吵吵闹闹，吵为10年嘅台北市沙岛开发案，同2024年年底，内政部土地征收审议小组开会通过为期团征收地价梯嘅地体范围。面对案例嘅结果，有人欢喜，有人笑。有人當歡喜沙島嘅開發要行前一步嘅，不過咪有人笑片呢，愛面對白前嘅不安時態。記者向一發同錄音站嘅最終報道。解除禁建，解除禁建，原地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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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9大聚落， 9大聚落全数保留，全数保留。港台内政部土地征收審議小組審查沙海島期團征收範圍案的前一日，沙海島自救會同學者專家開記者會，公布各界反對生態沙海島期團征收的連署成果。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明天就是12月25号嘛，行宪纪念日这一天，内政部它要召开社子岛区段征收地价地比例范围，我们希望在这个时间点提出这个专业者联署。那这让内政部这边知道，其实全台湾高达400多位空间规划者、都市计划者，他们都是联署反对这样子的一个征收案，所以让内政部清楚，也让台北市政府正视这个问题。在联署运动中，希望台北市政府照实际做到民主精神，尊重多元价值，回应城市的社會發展，提出企劃性交通綠色轉型策略，回應氣候變遷的挑戰，也5項原則檢討，同時修正沙海島的都市計劃。聯合國2公約，也就是公民與政治國際公約、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還有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它的內容特別強調公部門在進行開發時，必須要尊重所涉及的個人的基本權利。那特別是在有可能會觸發迫遷的狀況之下，政府應該要遵循法律程序，保障居民的參與權跟補償權，以確保社會的公平正義。王麗玲告訴講，名嘅喊做生態沙海島嘅都市計劃，將少數人同意，無正當性，未會傷害地方嘅情感。生態社子島計劃在之前並沒有經過充分的資訊傳達、協商溝通以及其他相關可能性的討論，那就是經過了幾次形式化的參與程序，最後用 iVoting 的平台來進行參與。那如果我們從人數來看，當時的生態社子島僅得到3000多票，也就是只有20%的在地居民支持。聯署發言人廖桂賢告訴講，北市府用全期期團征收的手段，達到所講的整體開發係反民主、反人權的。社子島的居民已經承受50年的不公不義，現在用迫遷的方式來改善社子島的環境。換句話說，這可以說是把社子島現有的居民趕走，換一批人，也就是我們換了好的環境，可是過去承受不公不義、沒有好生活環境的社子島居民，可能不知道會去哪裡。I'm Linda Shai. I'm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ornell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and it's been a pleasure to be part of the experience of learning about 社子島。朝為按多年的沙海島開發案，唔單將國內的專家學者從事，沒引起國際的關心注意。我覺得其實社子島現在是台灣最有名的案例，幾乎我認識到了台灣之後，我認識的學者都集中在社子島這個案例裏，也都是體驗出它有多麼不環保、不正義，一切的這些個問題有很多很多的方面，從財政到人權到環境，都顯示出來了。士林塔告訴講，所謂北市府盡在地人掌握嘅改善排水，連咪就可以改善地方嘅生活品質，冇必要硬要同在地人使出去，安尼會傷害到在地幾下百年嘅發展和個情感。內政部請幫我們審慎把關，將不當社子島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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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案。早晨8點半，港台土地征收小組審議會開會之前，
長期關心三個道開發案的蔡天仁學者韓國反彈，唔過按韓人的東北規範，喺內政部那邊集中澄清，要求將土地徵收的案呢拆回去。請不要忽視掉社子島居民已經居住在這個地方200-300年的歷史脈絡，請不要去脈絡化的說我們這邊的環境不好，因為如果不是你台北市政府不當的政策禁建我們為什麼會到今天這樣子，房子壞掉不能修繕不能改建？我們的台北市政府將要對社子島做什麼事？我必須說也是留島不留人。怎麼說呢？我們用區段徵收來迫遷社子島居民的這個制度，很可能就造成社子島會換一批人。一擺嘅土地徵收會議係準成功嘅過關，就有可能會有萬個嘅蔡天仁別島會搬離開三個島。一擺嘅土地徵收會議主要嘅目的就係要確定三個島地價地嘅範圍，哪條蔬菜會保留，哪條土地會徵收。整個開發的都計劃面積是302.1公頃，確認徵收的面積扣除提出及相關保留的區域，大概有278.88公頃。也就是規個三個島搶保留23.22公頃，其他嘅一區農愛期攤徵收。對呀，有條蔡天仁角度，安太面積的破壞會帶來生態的建設一點站。當然啦，改變了一定會痛，絕對會痛。我們最重要目的就是讓痛，讓它趕快來，趕快輕一點，把大家問題都解決。我們吵了那麼久，結果還是原來一樣啊！一旦大地震怎麼辦？因為社子島的房子都是60年以上的老房子，有些房子可是1個世紀以上，所以非常的危險。社子島開發不能再拖了，人命關天啊！請內政部的區段徵收範圍和底價地比例快下來才能解決。不過，沒有千多年會少，長期期攤徵收，大家聽錯，農愛細走，未會將氣候文化故意做滅體。本來採區段徵收並未獲得當地居民的共識，但是市府就一再用錯誤的數據來誤導。像是艾波廷在105年的時候，他當時的投票率不到35%，但是他就直接用這個東西來作為生態社島推動方案。然後103年9月到10月的在發展區內參加區段徵收意願調查的統計裡面，回收率也只有21%。聚落本身它其實源自於整個家族發展的脈絡，還有宗教信仰、農業活動。聚落的範圍根本就不應該是市府隨意就這樣子框選主要計劃裡面的9個方格，然後把他們稱之為聚落。市府顯然對於社島的現況調查還是相當的不足。喺開發期間，北市府未提出嚟其他項嘅配套措施來安置三個島嘅居民。至於地方居民所關心的，包含各種有屋無地、無屋無地等等這個狀況，或者是無屋有地等等這些狀況，我們都有不同的這個安置的措施的哈。我希望講，主席啊委員愛來咱照顧阮遮艱苦人啦，因為開發的意義就是愛讓原住民踮來享受這成果，唔通講趕原住民掛出去，好嘅人財團入來，這就無意義啊啦。我市府出錢蓋安置宅，結果你叫我們花錢去買回來。我有房子的，我搞到要去貸款，我覺得沒有關係，土地都是私人的。如果說你們自己想要被徵收，想要被怎麼樣，那你們各自去找台北市政府。對北市府所提出的安置辦法，韓國猶太沒有人不滿的講，政府硬同人內部嘅拆題，以為蔡天仁退款買過來，直接講北市府係帶頭詐騙。好，那我們社子島居民聯署書已經高達4200份，完全符合這個你們台北市政府調查的42%反對區段徵收。那我們由今天的會議的標的，好像可以去聞到那個趕快去確認底費地跟範圍，就可以趕快去炒地皮哈。因為我們看到整個財務評估的情形，就是專案住宅跟
这个不含土地专案住宅的部分，就是高达1400多亿啊。就北市府的简报来看，3个岛的开发总收入係2204.43億元，開發的總費用會達到2341.98億元，依本比係94%，係了前的開發案。地價上漲6、7成，再來就是營建成本也上漲的，剔除民眾從原來的4處增加到28處。所以整個市政府可處分的土地也變少了，會導致整個收入的部分會減少。整體財務的部分，如果考慮時間的成本，它實際上是負441億左右了。市府自己也說財務不可行，那在我們看，其實不只是財務不可行，是計劃不可行。因為這當中其實它的財務成本裡面有1000億是拿來蓋這個5000戶的安置住宅。那這就是其實相當的荒謬了，去迫遷這些不想要搬遷的居民，而且讓整體市庫跟市民陷入相當高的這個財務風險。今天如果市府已經有這個100億到400億的決心，怎麼先做社島上必要公共設施的改善跟增建？安陽的開發，在天然的想法可能冇相同，不過想要改善唔好的環境，希望有好的建設。3個島的人攏有的想法。我們一直在強調，這環境既然4年可以比4年還差，我不懂這個台北市政府在幹什麼。你只會在那邊拍這些照片，說多亂多亂，都沒有人會去管。我從出生到現在，社子島就是一個環境凌亂，一個教育不好，一個居住環境真的很差。差到你們沒辦法想象。其實台北市違建天堂就是社子島，連那個土質廠現在都進來了，這些廢棄物也都進來了。來下一頁，大家可以看到一樣全部蓋好蓋滿，所以社子島的農田越來越少，全部都蓋成工廠，因為污水水源慢慢越來越少。我方跟正方的訴求其實是一樣的，我們也希望社子島能夠盡快改變，我們也希望社子島的環境能夠變好，從來沒有希望社子島不發展。但是唯一這兩方的差異在於，我們不認為應該要用區段徵收來進行，而對方會認為因為產權的複雜性需要用區段徵收的手段進行，這是最大的差異。本學者專家面唔嘅係環境唔好，係北市府長期對3個島冇建設冇作為，因為也下跌到變做係集團徵收嘅理由嘅。社子島這個區段徵收的案子，在這麼多年的審議，明顯的溝通不足，而且反對的很多，而且在財務這樣子的情況之下，我也不希望我們土政委員變成好像去背書，就是說這樣子通過未來就可以趕快去做販售這樣的做法了，這個也是讓人家會質疑是不是有利益的交換。我們從區段徵收的概念來看的話，有一大部分是希望這個財務資產的部分能夠去做一個解決。可是為什麼在這樣子的已經採取一個區段徵收的方式，反而會有這麼大的財務資產？是不是在整個規劃的方面已經有出問題了？在6到5年，高財務風險涵蓋全期集團徵收也在為爭議當中。審議小組最後還是決定，集團徵收的範圍涵蓋地價地的比例審議通過，按算在115年的年代公告實施。到時怪數也到就有可能攏會落到3個島去嘅。